坐吧。好。请问先生要点什么？哦，就这个。你怎么突然想查你母亲的案子？我只是想知道内情。你想知情也合理。这个就是当年那个案子的资料，一些大致的经过，这上面都有记录。先生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当时车上不止我母亲一个人。对，是2个人。你母亲当场死亡，那个女的没死，她活下来了。她是谁？那个女人姓厉，当时传闻和你的父亲有暧昧关系。我记得当时我们赶到车祸现场，这个姓厉的女人被卡在车里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她救出来。后来医生说她的腿保不住了，她还又哭又叫。再后来看到你母亲的尸体抬过来，她突然叫不出来了，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你的母亲，浑身在发抖。当时谁开的车？应该是你母亲。你母亲坐在驾驶座上，而那个姓厉的女人坐在副驾驶的位子。汽车是因为超速追尾，撞到前面的一辆重型卡车，车头完全被撞变了形，凹进了车身。撞击的时候，车身发生了一些偏移，因此那个姓厉的女人这边情况要稍微好一些，她只是被卡住了腿，保住了性命。如果这个女人在撞击的时候突然击打方向盘，好让自己坐的这一边能够逃过强烈撞击，有没有这可能？有可能。事后我们也问过她，可是她当时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也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后来根据鉴定，汽车撞击的过程几乎没有刹车的痕迹，当时的车速也比较快。按照汽车的行驶路线来看，汽车应该是从上面的坡道一路冲下来，直接追尾了。因为开车的人是你母亲，所以她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。厉女士当时做了什么无法界定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。你刚刚说，车子是直接从坡道上冲下来的，车速很快吗？对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按理说，汽车在下坡的时候应该减速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的车速还是那么快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妈妈的死或许另有隐情？这个不好说。这的确是一场意外的车祸，不是人为。但是其中的内情我们不得而知。我觉得呀，你要是真想知道，不如去问问这位厉女士。问她，她会说实话吗？她会承认自己破坏别人家庭，害死了我妈？我要你帮我查清楚这件事所有细节，包括他们3个人的关系。向律师，其实这是你的家事。如果你真想知道真相，不如问问你的家人，或许会更有用。你什么意思？事情过了这么久，当年什么都没查出来的案子，现在你能查到什么？就算是当年厉女士情急之下动了方向盘，那也可以看作是人的本能啊。去她的本能！你怎么不说她有害死人的本能啊？就算是有，现在事情隔了这么久，你也做不了什么呀。我会让你知道我到底能做什么。你母亲坐在驾驶座上，而那个姓厉的女人坐在副驾驶的位子。汽车是因为超速追尾，后来根据鉴定，车子撞击的过程几乎没有刹车的痕迹。
喂，向先生，陈医生，结果出来了，你能来一趟医院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爸，你醒了？啊，怎么不在床上躺着？躺得太久了。来，一起坐下，听听陈医生怎么说。情况怎么样？是这样，情况不太乐观。我们把你的血样和向老先生的做了一个对比。各项数据显示呢，你不适合为向老先生提供肝脏。怎么会不适合？按理说，直系亲属中配对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是很遗憾的是，你们虽然是父子关系，可是血型不同。你父亲是 Rh 阴性 O 型血，你呢是阳性 O 型血，所以不适合做肝脏移植。怎么会这样？天意。那赶紧找其他肝源啊！向老先生的血型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全市也找不到几个。就算是找到了，素昧平生，谁愿意把自己的肝脏捐献出来呢？我可以出高价。向俊，有些事情也许早就是注定的，听天命吧。天命？什么是天命啊？难道我的天命就是29年前失去我母亲，现在再失去我父亲吗？那你们在这儿先慢慢聊啊。向俊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些年我欠你们的，你妈死得早，我愧对她呀。我想知道，你跟厉志宁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厉仲谋明明比我大1岁，为什么结婚的却是你和我妈？这件事要怪，只能怪我当年一念之差。厉家3代经营珠宝，我是因为一条珍珠项链认识了厉志宁，我俩一见钟情，很快就成了恋人。可是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脾气非常暴躁，我们2个经常吵架，我忍受不了他，就提出了分手。我们向家和你外婆家是世交，你母亲从小呢就很喜欢我，在我跟厉志宁分手的那段日子里啊，她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我不想辜负她。在这期间，厉志宁一直苦苦纠缠，我为了摆脱他，就和你母亲很快结了婚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厉志宁找了过来，他说她怀了我的孩子。厉仲谋？是。起初我以为是他在骗我，没想到他真的生下了我的孩子。我明确地告诉他不可能跟他在一起，可厉志宁他不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不惜一切地想破坏我跟你母亲的生活。他都干了什么？当时向氏的生意已步入正轨，但因为他从中破坏，你的母亲几乎赔尽了她娘家的所有家当，但仍然无法令向氏起死回生。再后来，你母亲因为车祸去世，厉志宁也因此瘫痪，他才放弃了自己疯狂的举动。因为我妈死了，他已经达到了报复的目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是我对不起你妈妈，也伤害了仲谋。现在你们兄弟2个，也因为我们的恩怨而变成仇人。
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。已经太晚了。向军，别急着走，再听我说一句。你跟仲谋都很喜欢那个吴小姐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仲谋这次是认了真的。能不说他吗？你放手吧。为什么让我放手？为什么牺牲的人从来是我？因为吴小姐选择的是他。那是因为他被他迷惑了。你现在这样继续反击，不愿放手，不是又让以前的事情重演吗？既然他是你儿子，那他应该救你。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他吗？我宁可就这样去见你的母亲。只要你今后的日子不要活在恩怨中。我一定让他救你。来喝一杯吧，这是你最爱的红酒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有什么话直说，我们之间不用那么客气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你对厉仲谋到底还有没有感情？我爱过他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爱他爱得深，伤得深。假如现在问我，还会不会痛？如果说没有的话，那绝对是骗人的。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你电影的首映式上假扮情侣，后来登上了各大报纸，好好的跟你电影炒作了一把。向大律师，我已经谢过你很多次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我们可以再办一次。你当我的女朋友，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在追你。我要你正式公开你跟厉仲谋分手的消息。你要我公布跟厉仲谋分手的消息？对。向军，你到底在搞什么花样？你别告诉我你是又爱上我了。跟你说实话，我是为了想让厉仲谋相信我放弃梧桐，让他对我失去戒心。又是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还真不简单。你不是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吗？她怎么又突然成为了你的棋子呢？我已经看清了，既然梧桐不爱我，我没有必要苦苦纠缠她。你舍得吗？我必须面对现实。如果我要是有你这个觉悟的话，就会少了很多的心痛和眼泪吧。既然不爱了，就放手吧。OK， 我懂了。我帮你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不想报复吗？这么多年，我都想成为厉氏的女主人。我用尽所有的感情和精力去讨好他，取悦他。我对他的感情深到我自己都无法理解。自从分手以后，我用尽了各种办法想去保守这个秘密。第一，我不想让它影响我的电影；第二，是我自己心里根本就不想承认这个现实。至于报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我告诉你，不值。一句不值，就总结了我这么多年的感情。果然是向大律师，口才过人。安迪，你好好想想，与其说过段时间被外界知道你和厉仲谋已经分手，还是输给了一个孩子的妈，为什么不主动出击，以高姿态公开分手，你抛弃他呢？况且你的新戏票房这么火，这个分手的新闻可以掀起大众新一轮的对你个人以及影片的关注。让我考虑一下吧。我们当朋友当了这么久，这是我第一次诚心请你帮个忙。就算你不念及我上次陪你假扮情侣，也不应该忘了我们的旧情吧？向大律师连旧情这张牌都打了，
OK， 我投降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请你吃顿大餐。